多宝大熊猫为了上春晚有多拼，都知道花花不仅当选成都文旅最具，还化身熊猫王和台爷上了春晚，光鲜亮丽的风采让其他熊孩子羡慕不行，甚至年末纷纷恼得竞争2年春晚雄踞。王小五日常高强度练习摔跤骑马，还为了提高攀爬能力废寝忘食，认真考取了机动车以及飞行驾驶，最终不负损损国头顺利考编上，成为人民的好公补警考10102。刚好小五也身体差一次看两路，以后重新两路考试不关紧绷爽。相信春晚导演组看到如此优秀的小五，肯定得考虑邀请他到春晚录入。然而这边小五在几何中风光无限，另一边表姐于爱一口一牙都要2岁，本以为他是想抢自己2馆长的位置，岂料真正目标竟然是春晚雄踞。更要命的是爱姐虽然早已入编，担任丝绸之路国际大使及重庆市节水大使，但奈何年少不懂事，沾染太多嘛，远不如表弟王小五身世清白。于是爱姐只好暂时收起锋芒。就在小鸟在身旁嚣张的不满足，甚至干脆把头转向一边努力忽视，心中默念别气别气的一时风平浪静，感觉要是爱姐真的不会正式登上春晚，第2天就得去找小鸟报数学。此外，蒙兰作为响当当的顶流小熊，同样开始走群众路线为上春晚发力。只见一夜一天的他慢悠悠的回家休息，却听见围观粉丝发出不舍的叹息声。尽管已经很累，可他却舍不得有话说。于是蒙兰一个转身又屁颠颠的跑出来，小莲娇简直把粉丝的心拿捏得死死。就是说如此懂事暖心的萌儿怎能惯？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能通过正式上春晚。土宝虽然也是影响力超强的国际明星，但由于先前有些韩联没能上春晚，如今回国了终于能正大光明的竞争了。如同志不仅凭实力的央视点名表，和饲养员游客的关系也非常融洽，并且还是个热心肠的好宝宝。因为外场水质有太小不小看土宝就自己上手掏出了黏的水片，修完水时还盯上了电线上的小黄台，似乎是担心这玩意会把细节变形压的。就是说宝贝心是好，但可别电到自己，不然猫粉们该有多心疼。其实不止这些理由，熊猫在竞争一幕，就连24季新生代的发力，妹猪自从学会走路就开始练习粤语，很难不怀疑小家伙早已文化。要在大年30消弭粤语分享春晚舞台，重动其3妹虽然比妹猪强10天，却并不妨碍小家伙会走直接跳的大叔。如此看来，不光人类社会拼命内卷，就连看似最安逸的熊猫界也是如此。